去年我们就说过，全景无人机这个市场今年应该会变得热闹起来，但是谁能想到大疆2026年开年首作就是全景无人机，这个 Avata 360，他们打磨了挺长的时间了。那么飞下来感觉就这个无人机它的画质很好，有这么熟悉的摇杆操作，也还可以用传统的遥控器来飞行，这都在我们预期之内。但什么在我们预期之外？是它的价格，这玩意单机身卖2788元，一架无人机有着超大的传感器卖2788元，没错，这个价位它放了2块1.1英寸的放心传感器，我不知道你下巴有没有合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大疆做的第一架全景无人机有什么过人之处？来个英雄镜头吧。首先，它的外形你乍一看和之前的 Avata 是比较相似的，那区别就在于前面换成了全景相机，还有这个有点特殊的云台。那我觉得这个云台设计还是挺高明的，你这样可以拍摄全景的视频，然后这样又可以让镜头永远朝着前面，当成一个普通的穿越机去飞。而且这个镜头模块底部还有2个小的脚掌，所以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呢，云台会自动的翻转，防止镜头触地。那只不过你得千万注意，不要把它这么斜着放，会很容易突破云台的线位，然后磕到镜头。但是好在它的镜头是可以更换的，一片大概卖你109元，大疆也给你准备了可折叠的停机坪。反正这次算他们考虑还是挺细的，全景相机的缺陷基本上被他们用各种补贴给弥补掉了。那除了这些机身上别的地方，你或多或少能看到过去大疆无人机的影子，全包围的桨宝、全向的避障系统、卡槽，还有这么一个 USB 3.0的接口在这个地方。那机身里面还有42GB 内置存储，所以这一套组合下来，它的体积真的不算小了。虽然很结实啊，但是代价就是它起飞重量现在到了455克左右，差不多和大疆 Air 2的重量相当。那假如你有关注国内无人机法规的话，国内现在的规定又做了一些更新，那我也可以趁此机会来跟你讲一讲飞无人机目前有什么样的条例。那简单来说，现在你只要买了无人机想要飞的话，那就都需要在 UOM 这个平台进行实名登记，里面包括了无人机的型号、序列号等等等等。那第二步就在 UOM 的平台上完成在线学习还有考试，这个非常的简单，考试通过你就会获得一张理论考试的合格证，这里都是完全免费的，所以不要相信任何花钱的考证。那最后一步就是完成飞行的报备，在平台地图里面能看到蓝色和白色的区域，蓝色区域内增高120米以内是不用报备的，直接飞就可以。那蓝色区域120米以上还有白色区域的报备也都要在 UOM 平台上完成，但是不同地区的报备效率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有点慢，所以你可以前往你所在地的便民软件，像是浙江的这里办上面也可以完成报备，会稍微快一点。那这你肯定想问，这个 Avata 360在不在这个规则之内？我是不是可以随便飞？那当然是不行，新机也得完成报备，所以一定要遵守规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那回到我们的话题，我觉得全景无人机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你飞这个无人机的惊喜感是在后期比前期更多，就是因为在前期的时候你飞往往会有些瑕疵，你会后悔这个镜头没飞好，但是这架无人机你在后期你能够感受到很多弥补前期缺陷的运镜方式，即便在前期只是简单的飞直线，但是最终画面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能给你惊喜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简单的直线或者简单的运动配上一些后期的运镜，能产出的结果。大疆在飞行操控上提供了2种方式，一种是飞行眼镜加上手柄，另外一种则是传统的带屏遥控器。那这个套装里面的飞行眼镜 N3，我只能说它的佩戴体验真的不能够说好，就是这个玩意它不支持瞳距的调节，还有屈光度调节，反正戴着你会觉得有一点不是很灵活。所以你要是本身就有飞行眼镜3的话，你戴那个眼镜会比这个要舒服很多，它也可以连得上。但是这个眼镜它好的地方是它的显示质量还是挺不错的，里面
面占满全屏的视野，沉浸感会强很多。尤其是你在回看素材的时候，会有一种在看球形巨幕或者拉斯维加斯那个 Sphere 那样的那种感觉。那无人机本身搭配的是O4 Plus 图传，画面非常清晰，延迟也基本上不太有。那我觉得眼睛里面的画面又没什么要抱怨的。那真的要挑刺的话，会说它的菜单做的现在有点复杂。最直观的例子是，比如拍摄规格还有曝光参数，分别在左边和下边2个不同的菜单界面，所以你改一下设置就得花点时间。那至于这个鸡腿控制器，我想你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和之前的 Avatar 2还有 Neo 2是完全一样的操控逻辑，很快就能够做到指哪飞哪，它的学习成本相当之低，我很推荐你用它来飞。但是我们发现有个问题还挺影响飞行的，就是它的 UI 设计现在真的还有点问题，就是当你观看和你飞行的方向不一致的时候，这也是全景相机独有的一个情况，它这个显示飞行前方的小窗口会慢几拍才被调出来，会对你产生一定的恐惧感还有不确定感，所以希望这一点能够优化一下，变得更快调出来。那抛开这点，别的智能辅助我觉得大疆做的都还不错，比如说智能跟随还有花飞，智能跟踪一直是大疆的长处，再加上全景无人机没有物理云台的限制，所以它的跟随速度和准确性你得试一下，反正相当之离谱。而且就算出现了目标被遮挡之后再次出现，它也能够马上追上，所以基本上很多运动的场景它是可以随便跟的，就感觉一直有个云台手帮你牢牢的锁住主体。那至于花飞的话，你要是第一次体验，我觉得能给你的情绪价值还是挺足的。就好比这个看上去这么难的翻跟斗，你动一下大拇指也就完成了。反正大疆基本上把之前 Avatar 还有他们穿越机的那些经验都放到了这台360之上，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就全景但是又可以花飞。但是我们发现问题就是这种甩尾的运镜，它还是会通过物理的改变飞机的朝向去实现，而且甩过来之后它会倒飞一段时间再停下来，反正会有一点点的奇怪。所以你让我说的话，我觉得眼镜加手柄这个操控方式主要是给新人沉浸式飞行时候的乐趣，反倒是这套传统的遥控器能够更好的拔高全景无人机的上限。因为双摇杆遥控器用下来，我们发现无论如何就是比鸡腿遥控器要更好飞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反正能钻一些狭窄的空间，然后再加上后期的运镜，这个效果我觉得是连穿越机都非常难实现的。所以讲到这里，你会发现它整个飞行逻辑或者操控体验，它更像是一台传统的 FPV 穿越机，但是有了一个全景相机帮你做好在这个机身上面了，所以你能够更轻松的去拍出画面。那接下来你肯定要问了，哎呀 Tim， 大疆把这个无人机的镜头都做在上面不可更换了，那它的画质怎么样呢？会不会比 Osmo 360差呢？那么大疆做了这么多年无人机，既然是来一个新的市场竞争，那肯定不会放过画质。所以我们来看点样片吧。Just want it all with you. Hearts in motion spin, glowing, dancing in the light. Every dream come true, all because of you. I'm waiting for a lifetime. And everything I do, you are the one I choose. Forever and for always, for always. 我相信你看完应该会觉得整体的画质还是挺不错的，对吧？我得说全景无人机的画质，因为是全景，所以它的上限和下限波动还是挺大的，因为你不能缩放太多，缩放会影响它的画质。那它的画质我们看下来基本上和 Osmo 360是一样的，因为传感器用的也是同样的2块6400万像素1.1英寸的方形传感器。然后在传统无人机里面，我们看下来它的画质大概在迷你4 Pro到迷你5 Pro 之间的水平。那它的录制参数最高支持拍摄 8K 60帧的全景视频，单镜头模式下最高是 4K 60帧，还有 2.7K 120帧。那如果没错的话， 8K 60帧到今天应该仍然是消费级全景设备里面最高的拍摄规格。那看得出来大疆是希望它在画质方面有着绝对的领先。我们测下来，一开始担心有阉割，但发现确实和他们说的差不多。它在 8K 60下的画面非常的清晰，就算是缩放比较多的2D 画面
面，也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传感器和镜头的威力。再加上60帧视频呢，你慢放1倍，在拍些运动的画面的时候，这看起来还是挺带劲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全景设备最大的问题是它拼接缝的处理。大疆在这方面现在下了很多的功夫，在后期软件里面，你打开这2个选项之后，基本上就看不到画面里的拼接痕迹了，除非是眩光刚刚好处在这个拼接缝隙之上，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一些跳动的处理痕迹，这个我必须得说还是能看到的。那动态范围方面呢，它支持10比特 D-Log-M 的这个拍摄，没有标准的 D-Log， 但是我们发现它在自动曝光之下，普通色彩模式和 D-Log-M 的动态范围是相差无几的，都能够很好的压制高光，还有保留住暗部细节。那大疆说这是因为自动曝光模式加入了算法去帮助提升动态范围，所以这一点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还是挺友好的，前后期都会方便很多，不用再拍 log 灰片。不过这些其实也都在我们预期之内。那真正要说画质上的惊喜，可能我觉得夜景会稍微多一点，你能看到它的暗部还是非常纯净的。那虽然说降噪和涂抹的痕迹有没有，那肯定会有，就你不能对它的画质有那种旗舰 Pro 级无人机的期待。那抛开这一点来看的话，做常规消费级无人机它已经很好了。那讲了这么多优点，你会说哇 Tim 这太棒了，这个价格这个配置，2个1.1英寸传感器，它没有缺点对吧？那还是有缺点的，我们大家讲一下。单镜头模式是我觉得它的缺点所在的位置。首先它的120帧只支持拍摄 2.7K 的分辨率，所以整体的画质会有个明显的下降。所以假如你要拍一些很有冲击力的升格画面，你得有对应的预期。那另外就是它目前只能够拍摄115度这么一个视场角，那说人话就是它裁切了挺多的画面的，不是一点点。我们猜测应该是为了画面增稳，还有边上这2个凸出来的小的地方要规避掉，所以最终画面效果能看到单镜头模式解析力会明显差一些。我感觉大疆设计师呕心沥血的设计出这个精妙的云台，但有一定程度上被它的参数和一点点飞行的限制给卡住了，非常的可惜。假如它能拍 4K 120帧，裁切稍微再少一点，那这么一台1机2用的设备，岂不美哉？由于是全景设备，本来我没有对它有避障的预期，毕竟是这个价格，但是这玩意居然有全向避障，它机身前方和下方也有视觉和红外的传感器，所以它避障能力我们测下来比较优秀，不能说卓越，但是在暗光环境之下也能够准确的识别障碍物，同时也有5级的抗风，最快飞行速度大概18米每秒，也都符合我们对它的需求。反倒是续航在这个机身重量之下，我觉得你得考虑一下，这最核心的点。一块标准的电池，我们测试下来大概能够飞行15到18分钟左右，算是大疆目前的产品线里面最短的无人机之一了。所以一个地点你要飞爽，基本上3到4块电池是跑不掉的。那大疆这次也同样做了1充3的电池管家，所以3块电从0充满大概70分钟左右。那只不过这次这个电池管家做工，做的真的有点随便，你会发现它相比之前的非常难塞进去。我猜大概是为了压低最后的价格，所以在这方面稍微有了一些刀法。那它这几个套装的价格我们也都列出来了，你觉得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价格真的没什么可以抱怨，毕竟给了2个1.1的传感器。反正我觉得吧，这玩意但凡卖6000或者7000块钱，我都不会以这么积极的态度来讲它。但是2788，就我真的很难用别的心情来讲它，就是我很确定接下来会有人把它头给拆了，把它身子给拆了，把这里给锯了，或者把它变成一个棒棒糖杵着，当成一个全景相机来用，因为性价比实在是高过头了，你不飞也行。就我很期待看到大家能把它玩成什么样。这个视频就这样，这就是我们阿巴塔360的上手，希望你喜欢，也记得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么对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